在我20岁那年，语文老师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眉梢，似乎在暗示我未来的情感之路不会平坦。我一直在寻找那个能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但似乎总是孤独地奔跑在这条路上。我的相亲对象多到可以装满一辆大巴车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独特，或者说奇葩。亲戚朋友们看到我至今单身，总是摇头叹息，好像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一样。让我们先从第一个相亲对象说起，我们姑且称他为 A 男。A 男是我姑姑介绍的，是他家老邻居的儿子，当时是一家小外企的销售经理。我们的见面地点约在一家咖啡馆，我为了迁就姑姑，忍了迟到的不愉快。A 男迟到了10分钟，穿着一身休闲服出现，还带着他妈妈。他见到我后，竟然让他妈妈上楼拿钱包，显然对我不满意。这顿咖啡是指望我请客了。一杯咖啡下肚，我起身告辞， A 男却坚持要请我吃晚餐。我们打车到了徐家汇，晚餐选在一家餐厅。A 男自顾自地点了一桌东西，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述，同时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大部分食物。我默默地啃着胡萝卜条，因为减肥。我对姑姑的反馈是不满意，但姑姑为了不驳老邻居的面子，硬要我和 A 男再交往交往。我们又去看了一场电影， A 男在过程中一言不发。看完电影后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包括对婚前同居的看法。我回答说我不赞同，但尊重别人的选择。他似乎对此很感兴趣，但我告诉他下周6我要出差，于是他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对话。接下来是 B 男，姑姑的干妹妹的老同学的儿子，一个会计师出身的律师。姑姑介绍说他独立开了律师事务所，前途无量。为了照顾老人家的情绪，我特地穿了平底鞋。见面时，我发现 B 男比我想象的还要矮，原来1.72米是加上内增高鞋子的垫子后的数据。我们的对话从讨论头发为什么会离他而去开始。 B 男为了炫耀他的钢笔字，不用电子邮件，而采用传统的书信方式跟我联系，落款处还特意盖了章。我们交往不久， B 男就摆出了高姿态，建议把约会地点设在我家，因为他想尝尝我妈妈做的小菜。我很清楚他是舍不得去饭店的开销。然后是 C 男，老妈的同事介绍的，一个在国企工作的客户，有房有车，但父母双亡。我们约在保险阿姨家附近见面。 C 男开着他的车姗姗来迟，车子里乱得像垃圾箱，小配件咣当作响。所谓的房子是棚户区里的一个老私房，等着拆迁的那种。 C 男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算诚恳，所以我们继续交往。但 C 男的抽烟越来越凶，开车也不顾交通规则，好几次都严重违章。1个月后， C 男开始催婚，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就提出了结婚后的计划，包括户口迁移和拆迁补偿。我意识到他只是看中了我的户口和潜在的拆迁补偿。最后是 D 男，老妈的另一个同事介绍的一个装潢店的项目经理。第一次见面，D 男在星巴克里大谈他的设计方案，给我的印象是有上进心。但随着交往的深入，D 男开始让我参与他的工作，包括买螺丝和查看布料库存。他甚至提出让我负责装修他的房子，因为他觉得太累了。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利用我的计划，于是果断提出了分手。E 男，他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看似文质彬彬的图书管理员。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图书馆，他带我参观了整个图书馆，介绍了他最喜欢的书籍。他的知识渊博，谈吐优雅，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发现他的生活几乎完全被书籍占据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显得有些脱节。他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也非常传统，这与我追求的现代平等的伴侣关系有所冲突。最终我们决定保持朋友关系，而不是进一步发展。F 男，他是我在一个艺术展览上遇到的。他是一位自由艺术家，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创造力。他
他的艺术作品让我着迷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。但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并不稳定，他的收入时高时低，这让我对我们的未来感到担忧。我不想成为一个需要担心账单和生活费用的人。尽管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，但我还是决定寻找一个能给我更多安全感的人。季南是我在一个烹饪课上认识的，他对食物的热爱和烹饪技巧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充满了乐趣和美食，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太过随意，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。我想要的是一个有共同目标和计划的伴侣，不是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。我们的关系最终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结束。在这些相亲经历中，我逐渐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和我相互尊重、相互支持的伴侣，一个能够和我一起规划未来、共同成长的人。我不再只是寻找一个外表光鲜或者条件优越的人，而是寻找一个能够真正理解我、与我携手同行的人。我的相亲故事还在继续。我知道这条路可能充满了挑战，但我也相信，只要我不放弃，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那个对的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不断成长，学会了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明确自己的需求和期望。我相信，当我遇到那个他时，我会准备好迎接我们共同的未来。现在，我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我知道，爱情可能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。我会继续做我自己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等待着那个能够与我共度余生的人。回顾我的相亲经历，我一直在积极寻找，只是缺少了一份运气。我用了王子这个词，也许让一些男同胞不悦，但对我来说，只要一个男人真心爱护我，给我安全感，让我觉得幸福，那他就是我的王子。反之，那些家财万贯、不学无术、低级趣味的男人，对我来说就是蛤蟆。马摩图先生有句名言：简陋难打演绎。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文物收藏，也适用于选择婚姻对象。我的经历就是识破了大量赝品，还未遇到沙里的珍宝。我会继续我的寻找，直到找到那个能与我共度一生的人。在我多年的相亲历程中，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我。我学会了如何从这些经历中筛选，找到那些真正有可能成为我伴侣的人。